乌军无人机摧毁俄阿列克辛斯基化工厂。乌俄最新战报：乌军击退俄朝联军，阵战俄罗斯少将。俄军试探北约，袭击爱沙尼亚驻基辅大使住所。欧美援乌最新动态：乌克兰开发堪比核武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军无人机的袭击还在持续。据乌克兰公共广播和基辅独立报的综合报道，10月8日至9日夜间，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图拉州的阿列克辛斯基化工厂。该工厂是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的子公司，专为俄军生产弹药和其他军用产品。报道称，乌军此次发射了至少13架无人机袭击该工厂设施，并于9日下午成功引发了化学爆炸。目前该工厂已处于关闭状态。不过，俄罗斯依旧嘴硬，其国防部11月9日报告称，击落了所有来袭的50架乌军无人机。图拉州州长德米特里·米利亚耶夫也声称，俄军成功击退了乌军无人机的袭击发生的爆炸，也仅是乌军无人机碎片坠落，损坏了几座房屋导致。有时火力军真的挺佩服俄罗斯，浑身上下就嘴硬了。前线方向，乌国防军阵战俄少将。在库尔斯克前线，虽然战线变化不大，但大战已悄然打响。据福布斯的报道，乌军成功击退了俄朝联军的大规模袭击。报道称，在最近一次袭击中，俄第810旅出动14辆 BTR-82装甲车和140名士兵，对乌军阵地发起了突袭，结果以失败告终，并被摧毁10辆装甲车，人员损失惨重。与此同时，乌克兰特种部队还在库尔斯克其他战线主动出击，俘虏了一批俄军士兵。详细的战斗经过尚待后续报道，但这已经证明了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果和反击力度。值得注意的是，据 RBC 新闻报道，朝鲜制造的7.3式轻机枪首次出现在了库尔斯克战场，并且这些武器并不是朝鲜士兵在使用，而是俄军。目前该消息尚未得到进一步证实，如果证实，那么早些时候乌军接连摧毁俄军多个大型军火库的影响已经开始发酵。库皮扬斯克方向，10月9日，据作战的乌军旅指挥官表示，俄军正以不成比例的兵力和手段，希望将乌军从奥斯基尔河东岸赶出去，但即使付出高昂的兵力和设备损失，该目标仍未实现。在最近一次突袭中，乌第3边防支队还摧毁了俄军1辆坦克和5辆卡车，其他乌军还击毁了一个俄军的前线弹药库，外加一个迫击炮阵地。顿涅茨克方向，10月9日，乌军在西维尔斯克大捷后正继续进行收复工作。与此同时，乌军也在巴赫穆特附近进行了一场雪地反击。有消息称，乌军正在反击巴赫穆特郊外的俄军阵地，双方的争夺呈焦灼状态，具体战况尚不明朗。在红军村方向，10月9日，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乌军定期在诺和罗迪夫卡的反击取得收获，成功收复该村北部阵地。而俄军目前正沿着歇里渡河北部的150高速公路推进。显而易见，前线的乌军并没有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在各战场阻击俄军的同时，也试图发起更多的反攻。此外，据 Next 的新闻报道，乌军还在顿涅茨克战场成功消灭了俄军第5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帕夫洛·尤里耶维奇·克雷缅科少将。报道称，在顿涅茨克的克拉斯诺格里夫卡附近，克里缅科在和属下骑着摩托车、电动车快速机动熟悉座驾时，突然遭到乌军 FPV 无人机袭击。乌军无人机的扫射虽然致使克里缅科和其属下多处受伤，但还是有惊无险地躲了过去。而就在克里缅科和其属下认为逃出升天时，他们又不慎触发了乌军提前埋好的地雷。一阵爆炸后，克里缅科伤势加重，最后是其属下拼死带着他冲了出去，并送到俄军医院救治，但最终还是因受伤过重，在重症监护室里丧生。截至目前，俄军尚未对此事做出进一步回应，相关报道也有待证实。可一旦消息属实，克里缅科将成为乌军在战场上击毙的第13位将军。或许是气急败坏，又或许是对北约的试探，俄军近期的打击也越来越肆无忌惮了。10月9日，奥德萨遭到了俄军大规模见证者无人机的袭击，发起了数起火灾。此外，在俄军对基辅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中，俄军一架无人机击中了爱沙尼亚驻基辅大使安内利·科尔克的住所。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受伤。但这次事件是乌俄开战以来俄军首次击中外国目标。目前，爱沙尼亚方面已经发出警告声明。而值得关注的是，爱沙尼亚早已加入北约，所以这次事件实际上是对北约目标的攻击。因此，有分析认为，这很可能是俄军在美国大选后对北约的一次试探行动。接下来，北约将如何回应，值得我们关注。
最为关注的是美国。11月9日，据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大选结束后，特朗普、泽连斯基、马斯克三人就进行了3方通话。据悉，这场通话持续了25分钟，内容可以总结为以下2点：一、马斯克向泽连斯基表示将继续通过星链来支持乌克兰；二、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向泽连斯基承诺，他不会放弃乌克兰，而是希望给外交一个机会，且保证会让泽连斯基满意。之后，泽连斯基也表示对特朗普的承诺感到放心。整个通话看不出任何让乌克兰割地投降的意思。其实，关于特朗普和平计划，目前流传的任何一个版本都还没有得到其确认。加上俄罗斯一直以来的顽强态度，如10月9日，俄副外交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再次强调，俄罗斯愿意听取特朗普的建议，但不会听取俄罗斯会失败的建议，让很多人认为特朗普的调解就是不援助乌克兰，从而达到停火目的。其实不然，这样理解的人是不了解特朗普，也不了解乌克兰的。首先，大家不能否认特朗普的商人本色，也不要否认他的交易策略。尽管美国的原乌资金都留在美国，乌克兰只带走了武器，但在特朗普看来，这是不可接受的，这钱不能免费给，他不希望美国付出太多。而其高级顾问布莱恩·兰扎10月9日也向媒体表示，新一届美国政府将专注于在乌克兰战争中实现和平，而不是帮助乌克兰收复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所以，最可能的结果是美国不出人也不出钱，但可以交易，也就是租借武器，或是全让欧洲出钱。而泽连斯基也很清楚特朗普的策略，也愿意使用乌克兰的资源来换取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毕竟与拜登、哈里斯总以害怕战争升级为由，拒绝解除武器限制的可预测结果相比，特朗普的政策充满了不确定性，可能会给乌克兰带来更多机会。其次是欧洲方面，在特朗普当选后，担心美国退出支持乌克兰联盟，欧洲已经开始制定独立政策，以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如在布达佩斯的欧共体峰会晚宴上，欧盟领导人们首次讨论了如果在美国大幅削减甚至完全停止对乌援助的情况下，来填补这一空白的可能性。在讨论期间，德国、芬兰、捷克、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一些北欧国家纷纷强调应该继续支持乌克兰。如克里蒂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在欧共体峰会上明确表示，包括匈牙利在内的欧盟成员国不会考虑让乌克兰放弃领土。法国总统马克龙也郑重表示，欧盟必须保护自身利益，而不是将安全委托给美国。此外，据基辅独立报报道，欧盟外交负责人博雷利也在10月9日访问基辅期间，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他向基辅保证称，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援乌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欧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乌克兰一边。目前，欧盟国家正讨论如何快速交付、如何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等，其中包括对允许乌克兰使用欧美提供的远程武器，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讨论。同时，博雷利还表示，欧盟正准备对俄罗斯实施第15轮制裁。报道称，此轮制裁主要针对的是俄罗斯武器中发现的外国制造零件，势必要将俄罗斯工业能力与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产品隔离开来，从而使俄罗斯无法生产武器。此前提到的60多亿美元的对乌援助，拜登政府正在紧急调配运输。据《华尔街日报》10月9日的报道，拜登政府将向乌克兰紧急运送500枚适用于爱国者 NASAMS 系统的拦截导弹。报道称，这些武器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运抵，应该可以满足乌克兰在2024年剩余时间内对防空的需求。而拦截弹的各种类数量目前尚未有更多信息流出。欧洲方面也没有表现出放弃乌克兰的意思，特别是机器的500亿美元贷款，北欧400亿欧元的援助均在按期提供。此外，还有拉姆施泰因50国、北约援乌协调和训练中心、多个援乌联盟等，也都在为乌克兰寻找更多的武器装备。在训练上，欧盟理事会也拨款4.09亿欧元，将对乌克兰军事训练的支持计划延长到了2026年11月。另一方面，乌克兰也在不断增强自身实力，除了无人机、巡航导弹外，在其没有获得核武的情况下，乌克兰可能会选择开发另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低能核反应也称冷聚变，在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如果 LENR 有效，它将是一项颠覆性技术，可能会彻底改变能源生产和储存。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产生破坏性的受控爆炸。一些人认为 LENR 可以成为一种高效的清洁能源，其效率可能比化学能源高4000倍以上，甚至其可以用于核废料的管理以及化学元素的合成和善变。而乌克兰对于 LENR 技术的研究，据基辅邮报称，早在2000年代初就已开始。当时，乌克兰科学家们在离基辅不远的一个叫质子21的私人实验室里进行着低能核反应实验。
截至目前，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 LENR 技术却为如今的乌克兰提供了一条在不违反国际条约的情况下，获得具有威慑效果的强大武器的潜在途径。就连包括美国国防情报局、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在内的许多情报机构都表明了对该技术的兴趣。只不过，据可查的资料显示，目前 LENR 存在2个问题，其是它在科学界的可接受性，因为目前对控制 LENR 过程的物理学缺乏理解；其2是将其用在国防上，仍然需要数年时间。虽然 LENR 技术对如今的乌克兰来说依旧困难，但胜在有希望，比追求核武自寻死路好得多。若是成功，届时 LENR 武器库的威慑效果将与核武一样有效。大家觉得乌克兰会选择或是能发展出 LENR 武器吗？根据媒体报道，隶属于乌拉尔机车设备厂的一名工程师，因向乌克兰泄露机密，从而犯了叛国罪，被判有期徒刑16年。而在数周之前，该工程师的妻子同样被判刑。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最大的坦克工厂。根据当地法院的说法，目前该工程师已经承认向乌克兰情报机构传递不确定的军事技术信息，并部分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其妻子同样在该工厂工作，在上个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半，罪名是以10万卢布的价格向乌克兰官员出售技术图纸。根据媒体报道，10月7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首尔市龙山区总统府召开记者会。在此次会议上，尹锡悦将向外界执政后半期施政重点等问题。在谈及朝鲜向乌克兰战场派兵时，尹锡悦表示，不排除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将分阶段采取措施进行行动。与此同时，尹锡悦还表示，在当天上午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进行通话时，双方还就相关问题交换意见，将尽早举行会面，以便商讨对策。截至目前，朝鲜与俄罗斯方面尚未进行回应。为了应对未来战场挑战，美国空军正在积极发展下一代空中加油系统。近期，洛克希德马丁旗下的臭鼬工厂展示了新型隐身空中加油机概念图，预示着美军未来空中加油的新方向。在此次公布的概念图中，新型加油机正在为2架 F-35战机进行空中加油，其采用了隐身设计，并采用后掠翼水平尾翼搭配外倾式垂直尾翼。对于一支战术空军来说，空中加油是必不可少的。在过去的一些冲突中，空中加油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1986年，美国空军、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联合执行的黄金峡谷行动，对利比亚发动了空袭行动。其中驻英第3航空队出动28架空中加油机、24架 F-111F 战斗轰炸机、5架 EF-111电子战机，分别从3个英军基地起飞，跨越5188公里，飞向利比亚。在飞行途中，先后在英吉利海峡上空、葡萄牙以西海域上空、阿尔及利亚上空以及突尼斯以北海域上空进行了4次空中加油，从而保证了远程突袭的成功。目前，美国空军在执行任务时的空中加油机包括 KC-46、KC-135以及 KC-10等。然而，再过几年，美军现有空中加油机的装备规模将进一步缩小，因此美军继续补充新型加油机。但若是继续改装大型民用飞机充当加油机的话，并不能达到美军的要求。毕竟这些普通加油机并不具备隐身能力，在面对一些弱小国家时自然够用，但若是面对比较强大的国家时，就有些不够看了。为此，美军在很久之前就开始考虑隐身加油机，以此来增加空中加油的安全性。臭鼬工厂所展示的概念图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在近期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年度会议上，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对外公布了有人无人机动指挥部概念。在该概念中，旨在将通信设备、关键数据以及先进指挥中心集成在一辆装甲车中，然后由这辆装甲车指挥一系列无人机地面车辆，从而在战场上进行作战。之所以会提出这项概念，主要是为了提升美军指挥控制节点的灵活性与生存性。美军认为，在未来战场上，一个固定的指挥中心非常容易被对手发现并摧毁，若是跟随部队行动的话，又会带来较大的后勤负担。但机动指挥控制节点不同，既能同时控制一系列无人车辆，又能有效保护指挥中心与友军，而那些无人车辆还能负责射击、侦察、防空以及运输等任务。根据此类概念，美国陆军计划选用斯特赖克装甲指挥车作为机动的战场管理节点，对友军起到前线指挥的作用，同时还能充当无人车辆的4分卫。这种有人无人协同的装甲生态系统将成为美国陆军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
从近些年美国陆军一些动作能看出，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体系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而这项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美国陆军在这方面的现状与趋势。相较来说，美国陆军在无人装备方面的发展比较早，拥有数量众多、型号多样的无人装备，包括背包多功能机器人、魔爪系列机器人、侦察兵系列机器人以及粗齿距无人履带车等，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无人装备体系。在未来作战中，美军计划利用无人系统执行侦察、监视、火力打击以及物资运输等任务。有人系统则是负责指挥控制、战场评估以及决策支持等任务。另外，美国陆军在升级现有无人装备的同时，还推出了下一代战车、AML 无人火箭炮等在内的新项目。外界表示，目前无人系统的智能化水平有限，尚不能完全取代人类的思维与判断，所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陆军将采用有人无人系统协同作战的方式。不过，随着相关技术不断发展，无人系统在作战中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未来可能将成为一股新型作战力量。根据德国媒体报道，北约秘书长马克里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北约这个军事组织中，各成员国仅将军费开支提升到2%，依旧显得不足。在当前局势中，乌克兰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使得北约内部一直在考虑如何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帮助。在必要的情况下，必须要加大对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目前，德国在这方面发挥着带头作用。吕特表示，从冲突爆发之后，德国已经向乌克兰移交了价值280亿欧元的装备，是外界对乌克兰提供援助的第二大支持者，仅次于美国。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北约不应该对援助提供价值，因为乌克兰的自卫权并非止于俄罗斯边界。此外，北约本身也需要提高军备。吕特认为，虽然大多数北约国家已经做到了将 GDP 的2%用于军费开支，但这依旧不够。GDP 的2%可能只是一个下限。其次，北约内部还需要提高国防工业的产能。目前，吕特正在与欧洲的主要防务公司进行商谈，希望他们能做得更多。根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空客公司在2024欧洲海事展上展示了阿丽卡系列无人机。按照空客公司的说法，阿丽卡系列无人机最大特点在于其具备极高的部署弹性以及极低的后勤需求，只需2名操作员就能在15分钟内完成部署，且采用弹射起飞及拦截网回收方式，可在不具备有人直升机起降能力的小型舰艇或是地形崎岖的陆上环境操作。同时，阿丽卡系列无人机还配备了光电和红外线传感器，可侦测船舶的自动识别系统信号，从而能够协助小型舰艇搜索雷达探测距离以外的可疑目标，主要用于执行各种情监侦以及安全巡逻等任务。此外，空客公司还表示，目前已推出阿丽卡系列无人机的2种先进版本，分别是进化型和增程型。其中，进化型采用电动马达推进，拥有50公里航程以及3小时的滞空时间；增程型则装备最新改良型燃油发动机，拥有80公里航程以及6小时的滞空时间。根据媒体报道，荷兰与空客公司达成一项新协议，将采购12架 H-225M 直升机，预计在2030年至2032年间陆续接收全新生产的 H-225M 直升机，并由日前重启的第300特战中队接装，未来将部署于荷兰南部的吉奇瑞人空军基地，旨在提升特战部队的快速部署、侦察作战以及区域投射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其实早在2022年时，荷兰就计划将一支直升机中队改到特战部队旗下，直到近日才彻底敲定。另外，由于国防预算等问题，荷兰在原计划中本应采购14架直升机，现已下调为12架。H-225M 直升机，它的定位为通用运输直升机，最多可搭载3名机组成员以及28名士兵，配备有先进的光电感测器，并可按任务需求安装空客公司的武器管理系统。之后可配备20毫米机炮、12.7毫米机枪、激光导引火箭，甚至是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可用来执行侦察、海上巡逻、火力支援等任务。根据路透社报道，哥伦比亚为实现空军现代化，计划采购萨博公司研制的鹰式战机，以替代老旧的幼式战机。幼式战机由以色列航天工业公司在1970年代研发。1980年代中，哥伦比亚选择采购幼式战机，以取代诺格公司老旧的 F5 战机。如今，幼式战机已服役数十年，整体机队日渐老化，作战效率明显下降。由萨博公司研发的鹰式战机，无论是在作战灵活性、精确性和可靠性等方面，都足以满足哥伦比亚空军现代化的需求。
最关键的是，其运营成本要比同类型的现代战机更低，因此哥伦比亚正在考虑采购该战机的方案。如果此项交易能够达成，那么哥伦比亚组建起新的鹰式机队时，该国的防空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乌克兰发展低能核武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